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兵。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交易原油期货的一些事。大家看 EIA 原油库存数据做交易时，是不是时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明明 EIA 原油库存数据超预期增加了很多，按理是利空油价的，但实际上油价却逆势上涨了。类似的，明明 EIA 原油库存数据超预期减少了很多，按理是利多油价的，但是油价却冲高回落，甚至直接跳水，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里藏着常见的利多利空的交易陷阱。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这个交易陷阱，说说是如何产生的，又该怎样去避开呢？首先来看一下理论上的利多利空逻辑。单从 EIA 原油库存数据来看，若数据显示库存增加的越多，越利空油价；反之，数据显示库存减少的越多，越利多油价。但是如果做单的时候单凭这个去操作原油，那么就很可能掉入利多或利空的陷阱中，因为还有其他条件会同时影响到油价。根据 EIA 原油库存数据来做单时为何容易落入利多利空的陷阱，以及如何避免，大兵为您总结了以下5个方面。第一， EIA 库存报告分项数据有时会反客为主。美国能源信息署每周三公布的原油库存报告，实际上只是 EIA 每周原油状况报告当中的一条数据。此外还有6个分项数据。第一个 EIA 汽油库存变动，第二 EIA 精炼库存变动，第三 EIA 库欣原油库存变动，第四美国原油产量变动，第五除却战略储备的美国商业原油进口数据，第六 EIA 精炼厂设备利用率。这6个数据也揭示了美国原油基本面情况。如何理解这6个数据与主数据 EIA 原油库存数据的关系？大兵为你打一个通俗一点的比方，你就知道了。假如在市场投资者看来EIA 原油库存数据是皇帝的话，那么其他的这6个数据就是大臣。虽然皇帝他一言九鼎，极具权威，但是如果几个关键大臣甚至群臣都反对皇帝的意见，那么这事也是不能搞定的。特别是 EIA 汽油库存数据，可以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了。所以假如 EIA 原油库存数据结果理论上利多原油价格，但其他几个分项都利空油价，那么油价在完成对主数据的利多的膝跳反应之后，会迅速对分项数据的利空因素做出相应的反应，反之亦然。第二，技术面或多空布局共识上与 EIA 报告的多空方向相反。做交易最普遍的常识是，既要看基本面，又要看技术面。而想要在 EIA 数据公布时去抢短线行情的肉吃，那么就需要提前分析日图、小时图、15分钟图等几个相关周期级别下，当前行情分别处在什么局势下，多头主导、空头主导，还是横盘震荡，并根据分析的技术面情况以及 EIA 主数据及分项数据多空一致或是矛盾的情况，分别制定对应交易策略，否则交易起来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甚至做出错误判断。因此，如果技术面或多空布局共识上，经过提前分析的人都认为油价目前处在空头主导的局势下，那么当 EIA 原油库存及其分项数据都利多油价的时候，油价第一时间肯定会上冲的。但若这时你不知道到技术面或者这个市场布局共识，而是看 EIA 数据利多而油价上冲了也进去做多，那么很可能就被挂在高处了。因为可能那里刚好是一个关键的阻力位，人家知道那是天花板，早就设置好了出局点位，刚好人家获利了结出去来，你冲了进去，这就掉入了利多陷阱，反之亦然。第三， EIA 库存数据公布值不及 API 原油库存的隐形预期值。所谓 API 原油库存公布值充当 EIA 原油库存的隐形预期值，其实是相对于 EIA 原油库存变动财经日历上明写着的预期值而言的。这个明写着的预期值是在全球都有影响力的一些海外媒体对几十位甚至上百位原油行业专家或研究员进行调查后得出的预估数据，按理说是很权威的。但关键在于，这个预期值是基于在 API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之前进行调查的结果算出来的。而在 API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之后，这个财历上明写着的预期值就被降低了影响力。因为市场已经提前根据 API 的公布值进行了相关市场反应，等于说 API 公布值对油价的影响已经被市场压注进了价格中。如果把这个比喻成借债的话，那么当 EIA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时，市场其实是存在还债行情的。因此这里又藏了 EIA 库存数据的利多或利空的一个陷阱。
假如 EIA 公布值与财历上明写着的预期值相比是利多油价，而 EIA 公布值与隐形预期值 API 对应公布值相比又是利空油价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您做单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很可能就看不懂市场怎么这么走，甚至做了亏损单。避开这一陷阱，你又多了一份胜算。第四， EIA 石油状况报告发布时，有其他重要消息干扰行情，这个很好理解。EIA 石油状况报告只是影响油价的一个刺激因素，只不过这个刺激因素比一般的因素更具刺激性，而且会定期定时发布，因此才成就了在我看来是原油市场第一大数据的霸王地位。说得好理解一点就是，如果油价在 EIA 公布数据时遭遇了油市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好比就是历史上王朝更替时遭遇了外族入侵。具体来说这里说的其他重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第一，出现油管爆裂或产油中断供应的传闻或真实消息时，油价会应声上涨；第二，发生影响油市的军政类突发消息，比如产油国或原油通道运输国发生恐怖爆炸、暴乱、政变、内乱或面临外部威胁时，将会在瞬间引爆原油供应遭减少或中断的忧虑，从而提升油价。第三，欧佩克大会期间，主要产油国释放有关产量变动信号、原油价格重要言论时，油价会应声即刻反应。第四，出现有关欧佩克及其成员国或俄罗斯等重要产油国的出口、产量等数据发生重大变化的市场传闻或真实数据时，油价会应声即刻反应。第五，数据遭提前剧透时，市场上存在悄无声息进行的内部信息交易，也有公然提前剧透数据的情况。特朗普就曾数次提前剧透非农就业数据，以显摆自己的政绩卓越。虽然 EIA 数据公布值提前遭泄露的可能性极低，但确实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若数据公布前因市场传闻或官员显摆等原因令数据遭提前剧透，市场无疑会提前给予压注。若公布结果与剧透的数据相差不大，那么即使公布值与财历上明写着的预期值相差很大，油价并不会根据理论上的多空判断而反应强烈，而是反应会比较平淡。因此，提前剧透的数据充当了有一个重要的隐形预期值的作用。以上就是 EIA 原油利多利空陷阱的5点分析，看明白了原因，也就知道了如何避开这些陷阱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关注我，给你不一样的财经知识。